贺英，我们确实该好好谈谈。其实这几天，我心里挺乱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有些事情我确实也不想告诉你，我是想瞒着你，甚至想瞒着你一辈子。那是因为我是怕你受到伤害。其实有很多事情，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真的。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过去的事情，我希望它能过去，咱们还能回到从前，在一起好好往下过日子。贺英，你这样不说话，其实比打我一顿我心里都难受。贺英，我跟你说过，事情都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离不开你，我也离不开这个家。假如有可能的话，我愿意用我一辈子挣来的钱来换你一次原谅。你决定吧。回家吧。喂，小琪啊，你好，我是和平。和平哥，你好。你瞧他那现在这年轻人啊，净出那新花样，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，看就看。这老丈母娘看姑爷，那也在讲，我是你马大姨。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，怎么这么好玩啊？你说你这年轻人啊，咋毛毛愣愣的呢？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。转不过去了，快转过来呀！看。姐，我今天是特意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看，这片湖水，那可以说是我们哥几个的青春见证。当年啊，解放啊，就是在这儿第一次跟何莹约会。何莹也是在这儿跳湖自杀，彭辉也是在这儿救的何莹。本来我还想，从那以后就应该平平静静的。这个何莹跟彭辉这俩人坎坎坷坷的。和平哥，你要是想骂我，你就痛快点儿，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。没有，你怎么会想到我要骂你呢？姐，
你年轻，你爱一个你喜欢的男人没有错，要骂也不应该骂你，应该骂彭辉。他比你大，他是成人，他有家，是吧？跟彭辉没关系，真的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主动的。彭辉是第一个我真正爱的人。那你和解放，就算是没有彭辉，我跟解放也不可能。和平哥，如果今天你是来给我跟解放劝和的，我想就不必了。我跟解放早晚是要分手的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根本就是一个错误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海杰，其实我是想说，其实挺难启齿的。你知道，我们三个的关系，尤其是解放跟彭辉，以前因为感情上的事儿，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。所以我不想，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想。那我呢？姐，对不起啊，真是的，我们这么多大男人，让你这么个女孩子承担这么重的担子，真是无颜面对你。可我就是担心。你说这解放一旦知道彭辉和你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，我对谁都不会说。我知道，我可能已经伤害解放了，所以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伤害彭辉。海杰，对不起啊，真是。这苹果店，咱俩人分，您吃吧，分呐。您吃这块大的，小心手。哎，好。小姐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你是想知道我以后还会不会再去打扰彭辉吧？海杰，你恕我直言，你和彭辉啊，没有什么未来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用给我讲这些大道理，我都懂。我对彭辉的感情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心血来潮。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可能当初只是源自一个女孩对一个男人的钦佩吧。可是我每当看到彭辉因为这件事情对解放和何莹感到内疚，感到自责，
我就会觉得我对彭慧的爱好渺小，甚至有点龌龊。但是和平哥，你能相信我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我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。别人的爱都能袒露在阳光里，只有我的要藏着，要掖着，只能在黑暗里。也许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小杰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其实爱本身它可能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。我不讲什么大道理啊，总之我就希望你们好，你们都好，你们都不要再痛苦。小杰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想开一点，想远一点。我也想啊，我每天都跟自己说，范小杰，你别想他了，你别想了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真的，我每分每秒都在想他。我可以控制我的身体，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心。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办。和平哥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